家里菜刀不管有多钝，不需要磨刀石，饭店大厨教你一招，菜刀立马锋利如新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见这样一种现象呢？那就是家里的菜刀使用时间长了，菜刀刀刃就会变得特别钝。对于菜刀变钝，这可是很多人都烦恼问题。如果是直接将其扔掉的话，那又太可惜了。如果拿到市场磨一下的话，磨刀的钱差不多也够重新换一把新刀了。如果你也遇到这样一种烦恼的话，那么今天就跟着我一起来学习一下，既不采用到磨刀石，也不需要将刀拿到市场进行磨刀，菜刀立马变得特别锋利，和新买的菜刀没有任何区别。这个方法是饭店老厨师教给我的方法，饭店很多厨师都会采用这样的方式对刀进行处理的，不仅能让刀得到很好的保养，还能让刀口随时保持锋利，使用起来也特别简单方便。废话不多说，动手学起来。首先把菜刀放进大盆里，盆子大到能让菜刀平躺在里面的更好，没有的话也可以这样斜着放进去。准备家里常用的小苏打，小苏打具有很强的清洁作用，可以很好的去除菜刀表面的污渍以及锈渍。小苏打撒在刀面摸均匀，锈渍比较多的地方，要用小苏打将它掩盖住。完全掩盖住后，在上面放一张纸巾，在纸巾上面倒适量的白醋，白醋的量把纸打湿为准。接着给刀翻一个面，刀的这一面也可以撒一点食用小苏打，继续用纸巾包裹，再取一张纸巾，将它完全包裹起来，再淋上白醋。白醋的量还是把纸巾完全润湿为准。小苏打具有很强的清洁作用，白醋具有很好的软化作用。小苏打和白醋搭配在一起的时候，就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。让刀在这里静止10分钟，这样很好的软化菜刀上面的油渍、污垢还有锈渍。时间到，可以把纸巾揭开了，看到菜刀上面的污渍已经溶解了。这个时候再用纸巾来回的擦一擦，纸巾上面还含有大量的白醋以及小苏打，更好的把菜刀上面的污渍、油垢去除得干干净净的。再翻到另一面，来回多擦一擦，如果有些污渍比较顽固的话，这种方式再来一次，就能达到更加理想的效果。菜刀变钝了，不仅和刀刃锋不锋利有关，和菜刀上面的污渍、锈渍也有关系的。接下来，我们在菜刀的刀面上挤一段牙膏，稍微多挤一点，再用纸巾将牙膏均匀地涂抹在刀面上，菜刀的两面都要涂抹到。牙膏大家都很熟悉，就是平时用来清洁牙齿的日用品。之所以在刀面上涂抹牙膏，是因为牙膏具有很好的清洁功能。在日常使用菜刀的过程中，难免会在菜刀上残留油脂或其他的杂质，牙膏的清洁作用就能有效地将菜刀表面残留的脏东西清洁掉。牙膏是膏体，还具有一定的润滑作用。再准备平时吃饭用的陶瓷碗，把陶瓷碗倒扣在桌面，在碗的底部通常都是有凸起的碗沿，这样就会在中间形成凹进去的小碗状态。我们往碗底的中心部分倒上食盐和一点白醋。食盐的颗粒非常细小，它可以起到一个增加摩擦力的作用，食盐还可以活化钢铁。白醋的话，它具有软化的功效，能使菜刀更好打磨。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容易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你动动发财的小手，帮我点个赞，支持一下，谢谢大家了。接着就可以来打磨菜刀了。需要将菜刀倾斜30度角的样子，放在碗底的边缘部分，用一只手握住菜刀的柄部，
另一只手轻轻托住刀身，将菜刀稍微倾斜地对着陶瓷碗或碟子的底部，调整好角度，使刀刃与碗底或碟底接触。用手的大拇指稳定住刀身，用力均匀地从刀尖到刀柄的方向拉动菜刀。注意保持刀身的倾斜角度一致，避免忽快忽慢或用力不均。沿着碗底或碟底拉动3到4次后，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刀的角度，再进行几次磨削。碗底的陶瓷材质是非常细腻的粉砂材质，用来代替磨刀石。往一个方向将菜刀打磨30几下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在打磨的过程中，食盐和白醋蘸着一起打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打磨菜刀只能一下一下一方向打磨，不能来回打磨，否则还会使刀刃磨损。一面的刀锋打磨好后，换一面按同样的方法继续打磨，两边打磨的次数最好一样多，这样刀锋才不会偏。磨完刀后，可以用手指轻轻试刮刀刃，检查其锋利度。如果感觉还不够锋利，可以适当增加磨削的次数。同时，也要注意观察刀刃是否出现不均匀的磨损或卷口等现象，如有需要，可进行适当的修整。菜刀的表面都打磨好，再拿张纸巾，用清水将表面的残留给清洗干净。这个时候就会发现，菜刀变得干干净净的，用来切食材时也是非常锋利的，和新的一样。这个打磨菜刀的方法简单实用，菜刀用久了，菜刀就会变得非常钝，切东西切不下来。特别是在切肉时，不小心就会切到手，非常不安全。买一把菜刀要几十上百块钱，就因为菜刀不快了，就把它扔掉，那就太浪费了。如果不扔掉，自己还不会磨。现在的磨刀师傅非常少了，想着之前有很多磨刀师傅，整天走街串巷磨剪刀、抢菜刀，磨一次也要5块钱。现在没有了，偶尔遇到有磨刀的师傅，要的价格好几十，都可以再买一把新刀了。而且很多家中菜刀就是一次性的，不快就直接扔掉，太浪费了。如果你家没有磨刀石的，就可以用碗底。试试我这个磨刀方法，简单又实用。像这个方法，很多酒店大厨都在用这个方法磨刀。我也是从70岁大厨那里学来的，这个方法适用于所有的菜刀的。如果您还有其他更好的磨刀方法的话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您有所帮助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加收藏哦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